如说你小时候唱跳歌手、追星少女是吧？几岁开始想做这种唱跳歌手这样的？11岁吧，小学4年级。那时候应该差不多，应该是什么少女时代啊？少女时代出道的那一年。你的偶像是哪个？东方神起，有一些远。现在很多小孩一问都不知道了，已经。你这么小的人说小孩都不知道的吗？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00后的妹妹，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跟他们有很大的代沟。之前也是我给我妹安利的那个少女时代，她跟你说小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她也是想去面试，被爸爸妈妈拦下来。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父母那一辈没有这么开明，而且对于艺术这个行当的认知也没有这么开明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像跟我同龄的人，基本上父母支持的很少，而且那个时候，国外的音乐文化还没有能够渗透到中国大众的认知范围里面，所以他们会觉得，你去国外去做一个这样的职业，为什么？其实蛮羡慕生在现在这个年代的小朋友的。对，我有时候在 B 站上看到他们10几岁的时候发了很多自己这样唱这样跳的视频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在下面鼓励他，然后他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自己的梦想。时代赋予我们的馈赠吧。对，我当时看你的翻唱嘛，就当时很震惊，你那时候才12、13岁吧，那时候声线很成熟，而且音色非常的美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唱歌更多是模仿。其实我的声音原来不是这么低沉的，可能是因为那个阶段就是模仿过度了，然后声线开始慢慢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声线很多变啊，你看你现在可以御姐音，然后你也可以萝莉音，对吧？应该是那段时间攒下的基础吧，什么歌都唱，男团歌也唱，女团歌也唱 ，solo 也唱。那段是没有人教你就自己练。对，就是模仿。时间管理大师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了不起的。我是属于不太想闲下来的人，闲下来反而会让我感到焦虑。小时候好像是有被爸爸妈妈砸过场子，就这个说起来有一点点无语啊，可是因为我爸爸可能那个时候脾气比较暴，刚开始青春期吧，因为小学的时候真的是很乖，也不做别的事情的类型。然后父母第一次发现，你怎么还接触这种东西，还为他投入这么多的时候，会很生气。其实砸东西的导火索我记得蛮清楚，是有一天叫我不起床，然后我爸把门踹掉了，没错，就是踹掉了，咚，那个门整个掉了。然后我爸爸就把我不起床归咎于就是我去搞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。对，其实那个时候只是想赖个床，也是把那些 CD 砸得比较冤枉的。对，就是好多钱啊，好多钱啊！我现在好后悔啊！对小学生来说是巨款了。对，巨款，就是很多绝版了的 CD， 太可惜了。而且你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也很神奇啊！你看你厦门重点双10吧，高中的时候是看到说是你排名是全市前70，对，中考的时候是反正60、70吧。有人说你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所有的都会拿你来夸奖，说你看人家。对，有一阵是。那你看你成绩那么好，唱跳，然后你还是5性的韩3大省，你是怎么处理你的时间呢？就是高中生只有那么点时间呢？高中的时候其实翻唱不是那么多了，还因为确实课业的压力，还有各方面就是有很多事情。但是初中的时候，其实翻唱这个东西一直也是背着爸爸妈妈偷偷的做的。就基本下课的时候也不出去玩，抓住一切时间把所有该完成的学业、课业的东西在学校以内完成。放学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去录歌，把自己要录的歌在爸妈回来之前录完之后，然后等到爸妈回来的时候就再去学习。前几天直播也有分享过，就是会利用路程和睡觉的这段时间，也让自己处在一个学习的状态里面，就是不要浪费时间。要背的东西，第二天要记的东西，在睡前去看一遍，然后把它念出来，然后录下来。睡前，然后到睡觉这个过程里去听它。上学的路上，也就是会有，大家都会有吧，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单词本本啊什么的，就会掏出来背一些单词什么的。我会在床头会贴一些那种便利贴，就是你一定要记住的那些东西。所以真的时间管理大师，这段一定要高亮，就是就希望能给大家一点点经验和建议。人都说大学就是严进宽出，然后考到大学里面就玩的就完全就不可思议的那种。你看你啊，成绩也很好，在北电老师绩点很高吧？北电的绩点反正基本都全勤，尽力能拿到高一点分数的课，不管是选修还是必修，都努力有去修它。而且后来又成功保研，我觉得也是个神话。你看中间又还搞那么多唱歌，又还去拍又演话剧，对吧？对，有拍戏，有演话剧。其
其实我保研，其实我蛮意外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的初衷并没有想说要读研。一旦你决定去继续这个学业的话，你一定还是要付出一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，所以还是牺牲了蛮多时间的。大学他们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在搞学习，还蛮后悔的，说实话哦。北电那么多小帅哥，为什么大学没想过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呢？我大学很宅，他们会有很多 social 的时候去跟别的系啊什么，我就是没有，我基本2点一线，宿舍教室，宿舍教室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你应该还是要再学一点。对，就是说，就是需要分配给一些需要分配的地方。到后来就《大宋少年志》啊，那小花的角色是你自己设定上的吗？对，其实还挺偶然的，因为我进组是在剧组已经开拍了2个月之后才进的。当时面试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也没有当面去见导演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剧组人员，就只是告诉我说有一个角色，很着急，录了几个试戏的片段，一些自我介绍啊什么的发过去，然后就就试上了，对，还蛮惊喜的。角色真的，当时领盒饭的时候，我在微博都已经快要那个完仿卷大大寄刀片了。那个戏其实后面拍得很赶，到最后一直在赶进度，盒饭领得很突然，就在改进度，所以需要我提早去领这个盒饭。然后当时我就是觉得我走的有一些莫名其妙。所有人就说，你怎么今天就领盒饭了？就很震惊，他们都问我。但是其实大宋的剧组氛围特别好，就是特别有团魂。因为我看他们还给你打投票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后面知道，我在那个加点戏的时候，不是碰到政委了吗？就是薛映的扮演的那位男演员，然后他跟我说，我天天都有在给你投票，然后他给我看他的手机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几屏？是4屏。然后我蛮期待的，然后看了一下，他同时投了好多个人，他还跟我解释了，说这个是因为漂亮，这个是因为觉得他哪里特别好，你是因为认识你，然后我就谢谢你，就是那一刻有一点点失望，就只是因为认识我是吗？我跟政委关系好也是因为当时特别流行一款就是射击类的游戏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游戏吧？大家就是战友的关系，我们这几个玩游戏的主演有一个 team， 名字叫大宋少年机。你现在就当演员嘛，然后当艺人什么的，平时有自己学习其他技能吗？最近还是在研究编曲，看很多教程。现在最重点的学习项目是研究各类的社交媒体软件。你以前是2G 吗？2G 冲浪？对，我以前就是2G 时代，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种超话，什么小红书、抖音什么各类，就是自媒体软件和小视频软件上面所有的梗，还有它的效果、剪辑的使用方法，我都是现在还在学习当中。我期待你成为下一个非常厉害的王者 KOL。我就是希望。学习能力这么强，肯定可以的。努力的研究当中。真蛮好奇的啊，因为你高中那么成绩那么好，我妹妹他们跟我讲，就是说你高中那个成绩，如果是真的高考的话，后交可能是有戏的。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人生，不走艺术这条路，然后我读什么法律啊、金融那种人生？你说的好准哦，刚好是我不走这条路想读的几个专业，因为我一直走的是那条路，这条路其实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离经叛道的选择。但结果你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生路。说没有想过是不可能的，有的时候就是其实这条路我走的也没有很顺，就比起大家来讲，而且我选择的这个行当也并不是说你努力就100%有收获，或者是你的付出一定会有相应的结果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在想，就是走另外一条路会不会更安逸，让自己更舒适一些，但是我不想过让自己后悔的人生。一个朋友让我看到了走那条路的自己，他读了非常好的大学，然后也读到研究生，因为跟我同龄嘛，也在找工作，但是跟我一样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梦想，所以他现在就有遗憾吧，一边在工作，后面也有尝试过追逐这方面的梦想，所以仿佛看到走那条路的自己，所以我蛮庆幸自己勇敢地选择了这条路。也虽然很艰难，但是不给自己留遗憾。而且最终决定要往这条路上走，是因为高2的时候来了一次北京，到了国贸那个地方，和我爸爸一起就在路上走，然后旁边都是就那种冲天的高楼，然后像蜂窝一样一格一格一格，然后是夏天那个时候，刚好是他们中午下班的时候，从里面走出来全部都是那种西装革履的，带着工牌，然后
从里面刷着卡出来的样子，就印象很深刻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抬头看着那些楼，我就在问自己，我说这是不是你想要过的人生？可能我走那条路，我坐在了国贸的写字楼的高层里，望着外面的天，我还会想着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个梦想，我没有实现，就会有遗憾。所以就是你还是愿意，不管这条路前面可能会很未知啊，然后但是你是会愿意选择一个未知但是很精彩的一个路，对吧？不一定精彩，但是至少不会留遗憾的路。那你其实跟金牛座的那个性格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我上升是天平，所以说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离经叛道啊，但是是在最重要的选择的十字路口离经叛道了一次。所以你也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吗？也没有，我给自己备了很多后路。比如说读研的话，以后不行可以去当老师啊，然后掌握一些语言技能，还可以去当翻译啊。学剪辑、视频、后期、混音，就是实在不行，给姐姐打个工啊什么的。啊，对，多工种就业。你是会英语、韩语这种？对，英语、韩语都是英语考到。没有去考，如果后期有就业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考。我有去做过那些模拟的考题，感觉还是能考得过的。同传还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什么商务翻译啊，实在不行做个旅游翻译也可以。多工种就业，世道比较艰难，现在还是多种技能傍身会比较好一点。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或者说你自己取得什么样的成就，会让你自己觉得有安全感？往正经的说，就是我做一些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具体来说，比如说我做完了一首自己的歌，这些让我有成就感的东西会让我很有安全感。再真实一点说，就是有入账的时候让我很有安全感，毕竟是金牛座。如果说啊，自己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热搜，二代你的名字徐子英加一个词，你会选择什么样一个词？徐子英福布斯排行榜前10，就是人生终极梦想，应该是不可能。跟你聊那么久了，我觉得你的那个情绪管理能力啊、情商，还有包括抗挫折能力、那种逆商都很高。逆商是练出来的，也是，慢慢调节心态。你是从小就是这么处变不惊吗？没有哎，我小时候是一个习惯优秀的人，习惯优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当你所取得的成绩并没有你预想中那么好的时候，你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和挫折。因为这种原因，其实高中的时候迷茫过很多事情，你付出相应的努力，并没有预期收获那么好的时候，会有那么大的挫折。但是就中间自己调节了很久，包括自己其实选择这条路也很大原因是因为那段时间停下来思考，就很高深啊，就是16岁的我思考人生活着到底是为什么，得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活着就是图个开心，什么能让自己开心，那你做什么就是对的。到后面更加在意的是我内心是否满足，不管结果是什么样，努力的过程我是没有遗憾的，我是100%努力的，那这个过程我就很享受很开心。我觉得也是很难得听到一个那么年轻的小孩，然后能够讲自己开悟的这样一个话。其实那个阶段让我想通的一句话是六祖慧能的一句话，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对，这句话是当时点通了我的话。那一阶段一度想到出家，真的不开玩笑。这是为什么？是内心冲突那么厉害吗？就是觉得世界无解的时候，就很想要去寻找一些答案。青春期会有这样的吗？对，但是青春期想出家的可能不多。那个时候，深刻的纠结了一下要不要出家，然后也跟我妈说了这个想法。然后我妈特别认真、特别严肃的跟我说：“别，你待在家里一样可以普度众生。”对的，对。但是确实那句话点通了我，然后也让我现在能够在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会比较淡然。一直以为选择做爱豆的孩子内心总会有种狂热和冒险人格，因为贵圈这条路充满未知，走红靠玄学，上限高不可攀，下限深不可测，这也是艺人这份工作最危险的地方。徐子英似乎是个例外，她有狂热，但这份狂热并没有失去理性，她敢冒险，但也给自己准备了安全气囊。语言技能、表演、编曲、乐器，她做得很对。在充满玄学与未知的大环境里，你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，但至少可以主宰自己的现在。当然，每一个没有被辜负的现在都会给你应许一个更加精彩的未来。这应该是徐子英妹妹做的第一个深度采访。我相信妹妹未来有光，我会像期待一朵花开一样，静静期待她的成长。好了，本期的一姐看电视就到这里，先别忙着走开，还有一个彩蛋哟。肌肉的锻炼并没有那么快，现在的 Wink 没有那么狰狞了。我现在真的有进步了，但是只能0.1秒，就不能定住。但是我还是做不到是一只眼睛定住的那种臂。
大家对娱乐圈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，都可以在弹幕里提问，一姐会佛系抽取随缘回答。我是你们的一姐，朝阳区第一撸猫博主，娱乐圈最有排面的宝藏老司机。米娜桑，我们下次见。